老大不在，事情似乎顺利的有点过分。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难道他被吕布缠上了？有可能。吕布，你在担心老大？担心他？嘿嘿，他可是个不会死的怪物啊！只是真的很想看看老大和吕布那两个怪物之间的对决。光头，不认得我吗？你是？是你？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这位朋友是？在下袁当，是司马大公子的朋友，久仰残兵大名。他是关东联军内应袁泰之子，因为事迹败露，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摆脱吕布的追杀。难怪我们营救大公子时没遇上吕布。我说，梦姐，这是我见过你最有女人味的一次啊！这次洛阳没白来。死光头！报，袁绍已攻下北门，直闯皇宫。董卓呢？董卓已关上东门，准备决一死战。看来我们要另觅出城之路了。我就是为了此事才带袁公子过来。哦，愿闻其详。城西是东周的旧王城，那里有一条密道可直通城外。哎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！这原本是为营救司马大公子准备的脱逃路线，所幸仍能派上用场。看来只能如此了。只是老大还没到。城内布满易燃之物，而且百姓皆已撤走。看来董卓是真的要烧城了。这就是旧王城，不错。你们先从密道离城吧。小梦，你只要知道是这里就行了。我留在洛阳城内等他，他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他不会有事儿的，咱们先去外面，晚点一样能跟他会合。都别劝我，你们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。可是，小梦，带他回来。袁公子，多谢照顾。姑娘执意要走，袁某自不便挽留。只不过，旧王城内遍布机关，先让在下教姑娘开启之法，再走也不迟。以免姑娘带了那位火兄回到这里，却不得其门而入。千年之前，周公旦受命在洛阳建了2座城池，一座为成周，而另一座用来做朝拜之地，便是王城。厉害，有点意思。这趟洛阳没白来。袁公子尚未成亲吧？什么？你想也不要想啊，没机会的。没机会？那位可是我们的首领夫人呢。首领为了这个人，命都可以不要。呵呵，今年第10个为梦姐着迷的人了。那2个臭小子，难怪你说什么都要回去找他。
我早就知道，那个不通音律的王允，怎会忽然送一名歌姬过来？所以军师一早便设下此计，引你们上钩。美人儿，惊讶吧？我带来的这份聘礼可还算丰厚。令我惊讶的并不是你，而是一个令我费解的人。元当，不是你的真名吧？让我来再次介绍一下自己：骑都尉兼西凉军第2军师吕布。文人不能武，武者不善文，文武俱备者稀。汝谓吕布是何人？人云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。吾却谓吕布不是人。到底还有多少个吕布？连我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凡是有吕布在的地方，一切都会很顺利。少主和们，一个都不许退！龙椅就是龙椅，坐上去的感觉果然不一样。没想到我袁绍临死之前还能在此坐上一坐。龙，你在笑我吗？文丑，我这样做有错吗？主公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啊！我们中计了，文丑。为了坐这把龙椅，就必须要有人流血，而那个人就是我。今日就是你我的死期呀！我们还可以逃得掉吗？我文丑说可以就可以，不想死的都跟我来！走！董卓，你不过是要我的命，何苦让大汉基业毁在这场大火之中？你怎么这样死得不漂亮啊？死不了的，主公，随我冲出去！皇上，不怪董某烧了这座洛阳城吗？再造一座就是了。有你皇兄做饵，也不介意吗？如果事事顾虑太多，将来如何管治天下？好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有董卿在，朕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再说，朕此刻也已骑虎难下了。当我是老虎，那你是什么？朕当然是骑在猛虎之上的真龙。胆子不小啊！难怪我这么喜欢你。袁绍已经完了，人质没用了，全部杀光！不要再推了！公子，快
快想对策呀！你可是水镜八奇之一呀！芳儿，爷爷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正想到袁家世代邪恶的原因，一切以利益为先，凡阻碍之事必要摒除。你又想到此刻的形势，爷爷亦是一颗绊脚石，能带着我逃生的机会微乎其微。可笑啊！在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你竟仍拿不定主意。你叔叔此刻正身处险地，若是他死了，你就会变得一无所有。天下最强的军师，绝不能优柔寡断，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行。你背后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，不要害怕身边人的牺牲，你可以吗？很好，爷爷很喜欢你的理智。袁大哥，叔子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袁大哥，就是这样吗？对，继续向前，向前！拦下他们！可是前方是河道，我总不能让马车。叔子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别怪我！跑！叔子，既然你喜欢我，就来为我牺牲一切。让我坦白告诉你，我元芳并不喜欢政治婚姻。这小子身为军师，竟然如此善于骑术。小姐！不要啊！小相思，必为乱箭所杀！这就是结局吗？我元芳并不喜欢政治婚姻。紫渊来，紫渊来，如此可怕！我不要像他们一样，我忽然怕死了，怕得要死。元芳，如同此刻的我一样，你也只是怕死而已。你也不过如此。北门楼的奇迹，奇迹就是奇迹，怎么可能一直发生在我身上？这种想法真可笑，我真可笑。看吧，就连死去的人也在笑我。那年的山茶长得很好，他喜欢插花。为了他，我家的花园种满了山茶。只是芳儿和孔家小茶姑娘的婚约一旦取消的话，为了袁家的利益，由不得他不同意。现在江东之虎孙坚已占据了江南一带。芳儿性格固执，又能言善辩，要说服他也不太可能了。此时不拉拢孙家，难道让其他家族捷足先登吗？都住口！给我住口！
本初，你怎么看？少以为孔家能够为袁家带来的利益有限。你的意思是，要做的终归要做，而且要做的彻底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这是为了袁家的利益。对，为了袁家的利益。人们总说茶花耐寒气长寿，为何只有我的话经不起风雨？不可能！我绝不相信小茶是病死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明白的，为了袁家的利益，逼我和江东孙坚之女成亲，为了让我死心，终派人杀死小茶。你既知是为了袁家的利益，你有那么多儿子，他们不更能代表袁家的利益？为什么不让他们去进亲？为何偏偏是我？为何要牺牲我？回答我！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我父亲，你今年只有20岁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吗？我袁绍一生呼风唤雨，想要的都能得到，可惜却生了几个不争气的儿子。所幸20年前，一位杰出的女子终于为我生下了一个天资聪颖的儿子。住口！可惜，因为礼节的缘故，我无法给他一个名分。不过，我始终认为，这个孩子才是我最适合的继承人。我叫你住口！为了让这个儿子可以继承我的事业，我会不惜一切让他得到最好的东西。他会得到最好的生活，得到水镜先生最好的教育。将来，他也会得到一个最有利的婚姻，壮大名声。不，届时，他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和背景，去和我那些不争气的儿子竞争。你要怎样骂我都可以，但你绝不可以曲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心意。痛恨我吧，愤怒能催生强大的野心，这样才能令你不惜一切来夺走我的东西。没有吞并天下的野心，袁家就会被中原洪流所灭。我当然明白，但是不是你的一颗棋子。元芳啊，有我自己的路。别让他去救袁绍！为了得到你的一切，实现我的野心，袁绍今日还不能死！